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暗海尔重置版德鲁伊的流程。今天是噩梦的第3章。这个角色的流程呢，也是过半了呀。看一下技能方面，风德的技能加起来特别的简单啊，再加上咱们是噩梦难度，技能点呢不太多。 所以说也没往项目智者或者是熊上倾斜，这样呢也有好处，就是咱们风啊攻击力比较高，现在暴风攻击力1000左右，旋风攻击力呢在1500以上。出门呢就打到了第一个任务的物品。 暴风清怪的效率真的是快呀！有小伙伴还在跟我说谜团的问题啊，这个不用想了，咱们一个离线的环境，有一根 TP 杖我就知足了。佣兵升级了，现在53。 升的真快呀！我好像是51把他带进来的吧？这关找路呢，还是前3张图啊比较难一些，后面就简单了。 之前也给大家提过啊，到了地狱难度呢，咱们要转成狼。狼的话就是物理狼了。好，这儿有一个图腾门啊，进去看看。无狼的话，咱们肯定是没有装备支撑的。就像是离线环境，为什么没起电法呢？因为太贵了。这里就是洞穴，咱们没有进错呀。 看起来有2个精怪，我的等级也要提升了。往前再探探路吧。咱们的 TP 杖还有。 这个地方你路过就可以了，这些怪都不用亲手去打呀。我觉得风德呢，在德鲁伊的流派当中还是比较爽快的，但是有个前提啊，到地狱呢，你的等级要高一点，尤其是你装备上附加的技能等级要高一点，否则呢，这个伤害也不够看。 这边是大沼泽呀，看来大沼泽呢再往前走才是剥皮丛林。这个图还可以，3张图呢没有搅到一起。我听小伙伴说的最夸张的是剥皮丛林呢，他感觉他跑遍了，但是呢没有找到完成任务的地点。那最后发现呢？ 有一个地方啊，从剥皮丛林你直接到不了，你需要从庞纳湿地去绕，它是一个单独的地块。这个就很奇葩，相当于呢庞纳湿地把剥皮丛林啊分割成了2块，一大块那边呢没有任务所要的地点，简直了。那我呢应该是没见过这种地形啊。 好，这里有图腾门，进去啊！哎，看起来是个通道啊。我还有桥，传送站，升级了。
咱们把暴风的时长啊补一下，现在还不到40秒，这个有点短了。来到剥皮丛林了，哎呀，咱们贴这边走吧。雇佣兵又升级了。我出来做任务啊，我还没等回家呢，他已经升了2、3级了。对面的狂热光环，这个地方开着暴风，我感觉很爽啊！这些小怪呢，站一下就倒了，摧枯拉朽啊，一碰倒一片。好，这个地方冲进去看一下，是不是完成任务的地方？不是啊，这个地方应该是有点，有传送小站啊。探索一下，一个 SC 捡起来，掉落金币，这是最没用的呀，我感觉。我又不是打钱的角色。行了，至少呢有个传送站落脚了。2个方向，我先往回走吧，看一下堵没堵对啊。觉得这张图我已经跑得很远了呀。好，回到庞大湿地了，那赌输了呀，2选1呀，选错了。需要继续往前走啊。像这种几选1啊，我经常会选错。小蓝怪，清一下，这至少是有经验的。感觉这张我好像还能再升一级，现在是56吧，还是57呀？这次又选错了，下面也没有。我的火炬啊是有德鲁伊的火炬的，但是需要75级啊，这个就只能等到地狱了。这里打怪真的快，雇佣兵又升级了，他出一趟门啊，真的是强度增加了不少啊！一路趟过来，倒了一片敌人。外面这个任务先做了。行，打了一把绿的古杖。剥皮地窖了，这是藏的真深啊！有3层，我的 TP 杖好像是数量上不大够了。其实，在这个地方呢，咱们的装备现在还可以，毕竟是有遗产，血量也够厚，所以说我还是开了暴风的。这个地方再加上本章最后的迷宫，其实是不太建议大家开荒阶段就开着暴风往里冲的，因为这里呢有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冥河娃娃，你开着暴风呢，它就在你身体附近爆炸。这个一会儿啊，可以给大家开一下，看一下效果，看一下伤害怎么样。2层了。暴风还能穿墙。行了，回去一趟吧。TP 杖呢没有次数了。
德鲁伊这个角色啊，感觉和什么职业都能搭配一下。如果两个人开荒的话，比如说现在咱们使用的是法系，和物理系的搭配呢就挺好的。看一下他给了个什么戒指啊？哦，加双抗的，这个一般。箱子我没有带啊，没什么必要。这把精神剑，这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了。两个方向，我先往这边走吧。我手里的盾牌啊，大家如果看贴图能看出来是警戒之墙。很多装备啊，看外表就能看出来。衣服呢是海蛇皮，就在这边。我刚才如果直接往这个方向走就到了呀。好，这小精怪啊爆了3个黄金装备。这也太能搞黄色了，应该是2个黄金怪爆的。箱子带着吧，后面呢是一道合成了。商场区域，有了这个 TP 杖。录制后面这几个角色的时候，咱们跑路的效率就大大的上升了，很多地方呢就不剪辑了。这个方向不对啊！继续过来啊！这里好多怪，卷了他们呀！咱们要偷偷的练级，加了技能之后呢，卷死他们。胡同门不进了，没有必要了。传送站也踩了，任务点也做了。看见这个船了，那就知道快遇到那几棵看门的大树了。卷他们！我在后面卷啊，小弟到前面怼。好像是一个意思。精怪一定要打呀！这个图呢没什么营养，快速的通过了。传送站，在这里打了2个精怪，经验值啊过了60%了。看来这张呢，我真的可以升2级，说明咱们现在啊，在这个地方练级还是很有收益的。那这章结束呢，我再练几级啊？这个不是神殿，门的方向不对啊！传送站踩了，哦，这个是。哎，有小精怪啊！里边还有这个货呢，名字就不对啊。
这里边呢应该是战场的出子哦，他踩了的是瞄准光环，这个东西打人也挺疼的，而且呢特别快速，再加上诅咒，这如果是在地狱难度啊，这东西难度很高。打人的话又准又疼啊！一口井把诅咒解了，去下水道了。下水道里啊，也是之前我说的，最好呢不要开暴风。给大家看一下开着的效果吧，危险性很高，但幸亏呢它只是噩梦难度。地狱难度，如果你是风德的话，开荒最好不要在这里开暴风啊。我身上第一排呢是小紫瓶，所以说还是开着走吧。这个地方是不是？看起来结构不对啊。这已经找到了上层了。2个冥河娃娃大概炸掉了我2/3的血，我血量是800多呢，不低了。说到血量啊，我感觉出不对劲了。我现在呢800多的血量，可能通了噩梦啊，也就1000左右啊。后面呢，我需要转成狼啊，狼是个物理啊，1000血的狼，这实在是有点脆了。那平时啊，1000血你可能看不出什么，但是如果你遇到了会衰老诅咒的敌人，这个就够喝一壶的了，因为你偷不回来血了，没有输出了，攻击特别慢了，就会很难受。那之前呢，我使用圣骑士1200的血去打6 boss 的时候，可能大家也看见了，因为只有1200的血嘛，打6 boss 对面的伤害很高，导致咱们的血啊虽然可以偷的效率也很高，你这个血量啊就像坐电梯一样，没的时候呢一下见底儿，然后偷的时候呢一下又能偷回来，属于两边的极限拉扯了。这个金怪清了他，这里给我点好东西吧，给个符文之类的就成啊。要升级了，过了这关之后啊，回来练级可以在这儿练，开个8PP。东西有点摆不下，看一下这个 UC， 我的天啊，电板啊有没有？虽然它附加那个属性啊没什么用，掉落金币的，但是它毕竟是个电板啊，这简直了，值了呀，太值了！我现在应该有2个电板了，上一个电板呢是鉴宝那期出的，在牛场里打了4页东西啊，我记得出了一个电板，还出了一个盔甲。回城一趟吧，这次啊咱们回城的次数不是很多呀，这个电板呢留着，到时候给法师。法师很欣慰啊，他呢自己养全家，现在呢也有人给他出东西了。
修一下 TP 杖，这次没用光啊。行了，上了。在这里啊，如果你是地狱难度也是一样，如果是风德的话，开荒不要开暴风啊。开着暴风真的，这冥河娃娃在你身边爆炸了，相当疼了。咱们开着的效果就是这样，刚到底吧，开到底啊，没关系的，有紫瓶挂不了啊。跑位的时候注意一点。2层在哪儿啊？哦，下面来了一票冥河娃娃，吓得我赶紧就掉头就跑啊！这个刚刚如果我走位啊莽一点冲上去了，1秒钟就没了呀！我的天，2层就在这儿啊！距离1层的入口也太近了。我们看一下这次呢，是先找到3层，还是先找到传送站？哦，这里有一票力量光环，冰怪还是要打的，经验值很多呀。它和一般的怪经验差距不是一星半点。我感觉我的雇佣兵啊，在这章至少升了5级。因为他是上一章才雇佣的嘛，本身来的时候和我的等级就有差距，现在在奋起直追啊！瞄准光环，2层是真大呀！我这根棍儿啊，虽然次数比较多，感觉来一次也用的差不多了。好，先见到3层了，那进来。一会儿啊，打老莫的时候，我需要贴脸啊。因为这个风啊，这个弹道不太受我控制，它射的不直啊，奇了怪了呀！所以说不好，这个很不好，你射的要直一点，指哪儿射哪儿。哦，不错啊，出了1黄1绿，啊，2黄1绿。还有2个暗金呢，不错不错啊。那好吧，本期呢时间差不多，打得比较顺利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